大家好，今天向大家播报《马来西亚简本历史、文化、习俗》这本书，希望你喜欢。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点击链接购买此书。马来西亚简本历史、文化、习俗。马来西亚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位于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海上十字路口。马来西亚的土地面积为329847平方公里，略大于新墨西哥州。该国分为两个主要的陆地地区，位于马来半岛的马来西亚半岛和位于婆罗洲岛的东马来西亚。该国人口超过3200万，首都是吉隆坡，官方语言是马来语，但英语也被广泛使用。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议会制政府。国家元首是国家元首，由鲁勒斯会议呈原选举产生，任期5年。政府首脑是总理。议院之议会被称为 Dewan Rakyat。马来西亚的经济是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相当开放和以国家为导向。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特别是电子产品、石油和棕榈油。马来西亚的种族各不相同，马来人占人口的大多数，其次是华人和印度人。穆斯林是最大的宗教群体，其次是佛教徒和基督教徒。马来西亚是一个迷人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您计划去马来西亚旅行，或者您只是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东南亚宝石的资讯，这本书适合您。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你需要了解的关于马来西亚的事情，从它的历史和文化到它的经济和政府。马来西亚的土地。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由马来西亚半岛和东马两部分组成。马来西亚半岛位于马来半岛，北部与泰国接壤，南部与新加坡接壤。东马位于婆罗洲岛上，与汶莱和印尼接壤。马来西亚属热带气候，是热带雨林、山脉和海滩的所在地。马来西亚的首都是吉隆坡。马来西亚人民。马来西亚人口超过3000万。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但英语也被广泛使用。马来人的主要民族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官方宗教，但也有大量的佛教和基督教人口。马来西亚历史。马来西亚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第一批居住在该地区的人是南岛人。马来西亚的第一个王国建立于7世纪。伊斯兰教于14世纪开始在马来西亚传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16世纪和17世纪殖民了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英国在19世纪殖民了 Malaysia。马来西亚于1957年从英国获得独立。马来西亚文化。马来西亚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马来西亚许多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里有浓厚的马来文化，以及中国、印度和土著文化。马来西亚的食物也非常多样化，受到所有不同文化的影响。马来西亚的音乐和舞蹈也非常充满活力和多样性。马来西亚经济。马来西亚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马来西亚的主要产业是制造业、农业和旅游业。马来西亚是世界领先的棕榈油和橡胶出口国之一。马来西亚的货币是马来西亚林吉特。马来西亚人民。马来西亚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国家，它北部与泰国接壤，西部与马六甲海峡接壤，南部与印尼接壤。首都是吉隆坡，而布城是联邦政府的所在地。马来西亚人口超过3000万，是第44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方宗教是伊斯兰教，尽管也信奉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马来人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约占人口的60%。他们是马来人，是该国人口最多的南岛人群体。华人占第2大民族，约占25%，而印度人占第3大民族，约占10%。马来西亚是联邦制君主制，国王是国家元首。行政部门由总理领导，总理由国王任命。两院之议会由下议院、众议院和上议院参议院组成。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构，联邦法院是该国的最高法院。马来西亚实行多党制，主要政党是执政的国民阵线、联盟和反对党民联。
马来西亚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国家，2014年人均 GDP 为$10,700。它也是联合国、英联邦、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员。3. 马来西亚文化。马来西亚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位于战略海上通道上，使其受到全球文化影响。印度、华人、马来人和其他土著文化在马来西亚文化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来西亚丰富的文化挂毯在其食物、音乐和节日中栩栩如生。该国的烹饪场景是马来、中国、印度和泰国影响的美味大熔炉。马来西亚的音乐同样多样化，融合了马来语、印度语和中文的影响。该国的传统音乐包括马来管弦乐队、Band 7和 Joget 的音乐。马来西亚是一个节日之地，日历上挤满了庆祝活动。最重要的节日是穆斯林节日斋月和艾迪尔菲特里、中国新年和印度教节日屠妖节。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是这个经常因政治和种族紧张局势而分裂的国家的力量和团结的源泉。马来西亚的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独特融合，反映了马来西亚作为通往东南亚的门户的地位。4. 马来西亚的宗教。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各种宗教信仰的国家，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但也有大量的佛教徒、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其他较小的宗教也被实践，包括锡克教、儒教和道教。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宗教，约有 60% 的人口认定为穆斯林。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大多是乌尼教派，少数是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教被载入马来西亚宪法，该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受伊斯兰教法的约束，该国有许多伊斯兰法院。佛教是马来西亚第2大宗教，约有 19% 的人口认定为佛教徒。小乘佛教是马来西亚佛教的主要形式，还有相当数量的大乘佛教徒以及少数 Vajrayana 佛教徒。基督教是马来西亚第3大宗教，约有 9% 的人口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马来西亚的基督徒大多是天主教教派，少数是新教徒。基督教没有被载入马来西亚宪法，但该国确实有许多基督教学校和教堂。印度教是马来西亚第4大宗教，约有 7% 的人口认定为印度教。马来西亚的印度教徒大多是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教派。印度教没有被载入马来西亚宪法，但该国确实有许多印度教寺庙。锡克教是马来西亚第5大宗教，约有 3% 的人口认为自己是锡克教徒。马来西亚的 SX 主要是旁遮普语和古吉拉特语教派。锡克教没有被载入马来西亚宪法，但该国确实有许多锡克教寺庙。儒教是马来西亚第6大宗教，约有 2% 的人口认为是儒教。马来西亚的儒家大多是中国教派。儒教没有被载入马来西亚宪法，但该国确实有许多孔庙。道教是马来西亚第7大教区，约有 1% 的人口认定为道教。马来西亚的道教大多是中国教派。道教没有被载入马来西亚宪法，但该国确实有许多道教寺庙。5. 马来西亚的 H 故事。马来西亚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国家，该国由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组成。马来西亚总陆地面积为329847平方公里，分为2个地区：马来西亚半岛和马来西亚东部。马来西亚最早的人类定居点是在霹雳州的冷宫谷发现的，该遗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万年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点之一。马来西亚的第一批居民是 Orang Asli， 据信他们是从非洲移民过来的。马来半岛最初有马来人居住，他们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从苏门答腊岛抵达。马来人之后是华人，他们在西元1世纪抵达马来西亚。中国人带来了佛教，佛教很快成为马来人的宗教。伊斯兰教在14世纪由阿拉伯商人传入马来西亚，该宗教迅速在马来人中传播，到16世纪已成为该国的主要宗教。葡萄牙人是16世纪初第一批抵达马来西亚的欧洲人，紧随葡萄牙人之后的是荷兰人，他们于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荷兰人一直控制住马来西亚，直到18世纪末，英国人控制了这个国家。英国对马来西亚的统治始于1824年，当时英国在槟城建立了殖民地。英国后来将控制权扩展到马来西亚其他地区，分为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马来西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对马来西亚的占领于1945年结束，当时英国重新控制了该国。马来西亚于1957年从英国获得独立。该国最初是马来亚、北婆罗洲、沙拉越和新加坡的联邦。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现在的马来西亚边界是在1984年建立的，当时马来西亚人和印尼签署了雅加达条约，该条约导致两国之间的领土交换。马来西亚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由国家元首为国家元首。马来西亚政府由总理领导。马来西亚的经济以农业、制造业和旅游业为基础。该国是世界领先的棕榈油和橡胶出口国之一。马来西亚也是电子产品的主要出口国。Malaysia 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英语在该国也被广泛使用。马来西亚的人口由许多民族组成，其中最大的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还有大量的阿拉伯人、欧洲人和其他亚洲人。马来人是马来西亚最大和政治上最占主导地位的族群。华人是第二大民族，印度人是第三大民族。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儒教也在该国实行。马来西亚分为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这13个州是由佛州、吉打州、吉兰丹州、马来西亚人民因对民主、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共同承诺而团结在一起。6. 马来西亚的地理。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位于战略海上通道上，使其暴露于全球贸易和外国文化。作为伊斯兰教的早期采用者，马来西亚也是马来、华人、印度和其他文化的大熔炉。马来西亚的陆地面积为329847平方公里，是世界第66大国家。马来西亚半岛与泰国隔住马六甲海峡，而其最东北端就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以南。马来人与新加坡、越南和印尼接壤。该国分为2个主要地理区域，位于马来半岛的马来西亚半岛和位于婆罗洲岛的东马来西亚。Peninsular Malaysia 是该国首都吉隆坡以及新山、马六甲和槟城城市的所在地。另一方面，东马是古晋市和沙拉越州的所在地。马来西亚的地形大多是丘陵和 西部是沿海平原，东部是热带雨林。京纳巴鲁山位于沙巴州，是该国最高的山峰，海拔4095米。马来西亚也是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热带雨林的所在地，如塔曼尼加拉国家公园。马来西亚属热带气候，平均气温为27摄氏度。该国每年经历2次季风，5月至9月的西南季风和10月至2月的东北季风。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担任国家元首，总理担任政府首脑。该国分为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这些的区境一部细分为区。马来西亚的经济以石油、棕榈油、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出口为基础。该国也是电子产品的主要制造国，其旅游业正在迅速发展。马来西亚的人口为3162万，是世界上第41大人口大国。大多数人口是马来人，其次是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伊斯兰教是该国的官方宗教，马来西亚是官方语言。英语也被广泛使用。7. 马来西亚政府。马来西亚政府是马来西亚的联邦政府，由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组成。行政部门由总理领导，是议会制政党的领导人。立法部门是2院制，由参议院上议院和众议院下议院组成。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构。马来西亚的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它规定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政府3个分支之间的关系。联邦政府负责国防、教育、外交、
卫生、基础设施和安全。州政府负责农业、地方政府、旅游业和水务。总理是政府首脑，由国王根据议会的建议任命。总理负责任命内阁，内阁是负责政府行政的执行机构。议会是立法机构，由参议院、上议院和众议院、下院组成。议会有权制定法律，并有权批准政府的预算。参议院由26名参议员组成，由州立法机构选举产生。参议院有权批准论文，并建议和同意任命联邦法院和上诉法院的法官。众议院由222名议员组成，由人民选举产生。众议院有权弹劾总理和其他高级官员，并提出法案。司法机构是政府的第三分支，由联邦法院、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组成。司法机关有权解释宪法，废除法律是违宪的。马来西亚经济。马来西亚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位于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岛的部分地区。该国人口超过3200万，面积为329847平方公里。首都是吉隆坡，而布城是联邦政府的所在地。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东亚峰会的成员。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第4大经济体，仅次于印度、泰国和新加坡。它也是世界第35大经济体。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制造业是最大的部门，占 GDP 的 36.8%。主要出口产品是电子产品、石油、棕榈油、木材和橡胶。该国也是锡的主要生产国。2014年人均 GDP 为1万美元，人均 GDP 购买力评价为27837美元。2014年基尼系数为 0.46。2015年的失业率为 3%。马来西亚是混合经济，基于自由市场原则，但政府仍然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一直在积极鼓励外国投资，并成功地吸引了跨国公司在该国建立制造业务。马来西亚股市是仅次于泰国的东南亚第2大股市。马来西亚交易所是该国的主要证券交易所。截至2015年，共有746家公司在交易所上市，总市值为3830亿美元。马来西亚的货币是马来西亚林吉特 （RM）。截至2015年，1美元价值 RM 4.18。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马来西亚实行联邦政府制，教育由教育部负责。马来西亚的教育由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监督。马来西亚的教育分为学前、小学、中学和大学。学前教育是针对4至6岁儿童的，不是义务教育。初等教育面向7至12岁的儿童，是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面向13至18岁的学生，不是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是为19岁及以上的学生提供的，并且不完全。马来西亚有许多公立和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免费上课，由政府管理。私立学校不是免费的，由私人组织经营。马来西亚的大多数学校都使用教育部制定的国家课程。国家课程以国家教育理念为基础，强调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发展。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以6-3-3-4体系为基础。该系统由6年小学教育、3年初中教育、3年高中教育和4年高等教育组成。马来西亚的小学教育面向7至12岁的学生，它对所有马来西亚公民都是公平的。小学学生学习马来语、国语、英语、数学、科学和社会研究等科目。马来西亚的中等教育面向13至18岁的学生，这不是强制性的，但大多数学生选择参加。中学学生学习马来语、国语、英语、数学、科学和社会研究等科目。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适用于19岁及以上的学生，这不是强制性的，但许多学生选择参加。马来西亚的大学提供各种学位课程。马来西亚有许多公立和私立大学。公立大学由政府管理，通常比私立大学便宜。私立大学由私人组织经营，通常比公立大学更昂贵。与其他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教育成本相对较低。然而，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相对较高。马来西亚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国家，其教育体系反映了这种多样性。
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基于包容原则，这意味着所有学生，无论其背景如何，都有机会取得成功。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在不断发展，政府一直在努力提高该国的教育品质，使健康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国家，该国由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组成。陆地总面积为329847平方公里，127350平方英里。马来西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于1957年从英国获得独立。马来西亚的人口约为3100万，拥有不同的种族群体，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土著人民。马来西亚的官方宗教是伊斯兰教，但该国也是大量佛教徒、印度教徒和基督徒的家园。马来西亚的气候是热带气候，平均气温为27摄氏度（81华氏度）。该国经历雨季和旱季，雨季通常发生在10月至2月之间。马来西亚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但有一些事情需要注意。犯罪率低，但可能会发生扒窃和抢包等轻微犯罪，因此保持警惕很重要。有一些针对游客的暴力事件，因此建议您在旅行前研究您的目的地。马来西亚的医疗保健系统很好，但有一些事情需要注意。公立医院普遍缺乏，因此在您需要住院的情况下购买旅行保险非常重要。私立医院的标准很好，但可能很昂贵。公立和私立医院也缺乏会说英语的工作人员，因此建议您在旅行前学习一些基本的马来语短语。疟疾存在于马来西亚，因此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蚊虫叮咬很重要。避免疟疾的最佳方法是服用预防性药物，但穿长袖 T 恤和裤子，使用蚊帐和驱虫剂也很重要，并避免在蚊子最活跃的黎明和黄昏在户外。登革热也存在于马来西亚，是一种比疟疾严重的多的疾病。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感染，症状包括高烧、剧烈头痛、肌肉和关节疼痛以及皮疹。登革热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法，而且通常是致命的。同样，避免这种疾病的最佳方法是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蚊虫叮咬。马来西亚的水通常可以安全饮用，但建议坚持使用瓶装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马来西亚的食物通常也是安全的，但重要的是要注意街头食品不如餐馆的食物干净。还建议避免生的水果和蔬菜，只吃已经彻底煮熟的肉。总体而言，马来西亚是一个安全而有趣的国家。凭借其多样化的文化和自然景点，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些东西。只要记得采取一些基本的预防措施，你就会玩得很开心。11. 马来西亚妇女。马来西亚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国家，该国由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组成。首都是吉隆坡，而布城是联邦政府的所在地。马来西亚是一个君主制联邦，国家元首是国家元首，由马来各邦的9位统治者选举产生，任期5年。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官方宗教，宪法建立了一个世俗政府。截至2018年，马来西亚人口为3174万3000，中位年龄为30.7岁。人口是种族划分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土著人占人口的大多数。马来西亚属热带气候，地形多为山区、沿海平原。该国分为2个地区，马来西亚半岛和东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是多元化的。第一产业是电子、旅游业、棕榈油、橡胶和木材。该国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的成员。马来西亚女性的工作力参与率高于许多其他东南亚国家。截至2018年，女性的工作力参与率为 58.5%。工作力中的大多数妇女受雇于服务部门，妇女在农业和制造业部门也很活跃。马来西亚宪法保障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不分性别。然而，马来西亚妇女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面临歧视，包括教育、就业和财产权。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已采取措施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包括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EDAW 和通过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截至2018年，
马来西亚妇女的识字率为 92.6%。2016年，女童小学入学率为 99.2%。然而，女孩的中学入学率较低，为 78.4%。2016年，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 26.8%。2018年，马来西亚女性的预期寿命为 79.4 岁。2015年，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活产中有24人死亡。2018年，婴儿死亡率为每1000名活产婴儿死亡 10.2 人。2018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每1000名活产死亡 11.8 人。2018年的总生育率为每名妇女 2.0 个孩子。2015年避孕普及率为 61.4%。2015年，每1000名15-19岁的女性中有 22.2 名青少年出生。2009年，马来西亚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发生率为 20%。2009年，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发生率为 3.1%。12. 马来西亚的媒体。马来西亚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媒体受到国家控制和严格审查，政府对媒体实行严格控制，并严格审查互联网。媒体被用来宣传政府的议程并压制分歧。媒体不是自由和独立的，如果记者批评政府，他们将面临恐吓和暴力。马来西亚很少有独立媒体。13. 马来西亚的艺术。马来西亚拥有悠久而丰富的艺术历史，可以追溯到马六甲苏丹国时代。马来西亚的艺术涵盖广泛的媒介和流派，从传统工艺到现代艺术。马来西亚传统艺术包括蜡染、木雕和银制品。蜡染是一种独特的织物绘画形式，它使用蜡和染料来创建复杂的设计。木雕是马来西亚流行的艺术形式，许多艺术家创作精美的家具和雕塑。银制品也是一种传统的马来西亚艺术形式，而银制品是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银器工匠的故乡。现代马来西亚艺术是高度多样化的，艺术家探索各种风格和媒体。马来西亚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处于亚洲艺术界的最前沿，他们的作品受到全球收藏家和画廊的高度追捧。14. 马来西亚的体育。马来西亚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位于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岛的部分地区。该国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马来人占多数，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土著人民占少数。首都是吉隆坡，而布城是联邦政府的所在地。马来西亚人口超过3000万，是第44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欧亚大陆的最南端丹绒彭东位于马来西亚。该国被南中国海分为2个地区，马来西亚半岛和东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与泰国、印尼和汶莱接壤，与新加坡接壤。该国位于赤道附近，属热带气候，全年炎热潮湿。马来西亚是一个由13个州组成的联邦，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统治者或苏丹。联邦首脑是 Yang di-Pertuan Agong， 由统治者会议选举产生，任期5年。马来西亚有一个2院制的议会，众议院 Dewan Rakyat 和 Dewan Negara 参议院，以及法院系统。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构。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官方宗教，超过 60% 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儒家也受到实践。马来西亚的运动多种多样，足球、羽毛球、曲棍球和壁球是最受欢迎的。该国参加了英联邦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和奥运会。马来西亚还举办了多项国际体育赛事，例如1998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和1999年至2017年的一级方程式世界锦标赛。15. 马来西亚旅游。马来西亚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位于战略海上十字路口，使其暴露于区域和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该国丰富的历史和差异反映在其人民身上，他们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土著群体。马来西亚的景观多种多样，有热带雨林、山脉和沿海地区。该国的首都吉隆坡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拥有国际化的大都市氛围。马来西亚因其自然美景、种族多样性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成为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该国属热带气候，全年气候温暖，降雨很常见，尤其是在6月和7月。
马来西亚政府非常重视发展该国的旅游业。近年来，政府在基础设施和促销活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吸引外国游客。因此，旅游业成为马来西亚经济的重要贡献者。马来西亚的大多数游客来自新加坡、印尼和泰国等邻国。然而，该国作为国际旅行者的目的地，也越来越受欢迎。2018年，马来西亚迎来了创纪录的超过2500万外国游客。在马来西亚有各种各样的景点和活动，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包括吉隆坡的双子塔、兰考埃的海滩和沙拉越的洞穴。大自然爱好者可以探索马来西亚婆罗洲的热带雨林，或徒步登上京纳巴鲁山。在计划去马来西亚旅行时，重要的是要了解该国的习俗和文化。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游客应尊重当地的传统和习俗。在公共场合穿着的体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参观宗教场所时。马来西亚是各种背景的旅行者的安全和热情的目的地。通过遵循一些简单的指南，游客可以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度过愉快而难忘的旅程。第16章：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马来西亚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该国拥有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包括广泛的高速公路网络和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电信和电力行业也很发达。马来西亚政府将发展该国的基础设施放在首位。近年来，政府在升级交通系统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新高速公路和扩建公共交通系统。政府还投资扩大电信和电力行业。马来西亚的交通系统现代而高效。该国拥有广泛的高速公路网络，连接所有主要城镇。公共交通系统也很发达，有多种选择，也可以选择本地和长途旅行。马来西亚的电信业发达，提供广泛的服务。电力工业也很发达，拥有可靠高效的电网。马来西亚政府将发展该国的基础设施放在首位。近年来，政府在升级交通系统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建设新高速公路和扩建公共交通系统。政府还投资扩大电信和电力行业。17马来西亚的农业。农业在马来西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2年占该国 GDP 的 4.0%。该行业占该国工作力的 14.4%， 是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马来西亚是棕榈油、橡胶和可可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这些作物生长在大型种植园和小农场上。该国在许多其他农产品方面也自给自足，包括大米、水果和蔬菜。马来西亚的热带气候和多样的土壤允许种植各种作物。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在该国较潮湿的地区种植在小块土地上。橡胶、棕榈油和可可生长在大型种植园，通常由外国公司拥有。水果和蔬菜种植在小农场和大型农场。马来西亚是热带水果的主要出口国，如凤梨、芒果和杜里安。该国在许多蔬菜方面也是自给自足的，如卷心菜、西红柿和黄瓜。马来西亚的畜牧业规模相对较小，2012年仅占农业 GDP 的 2.0%。该部门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的鸡和猪产品。18马来西亚的自然资源。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丰富，其经济严重依赖这些资源。据估计，该国拥有世界第2大稀储量，也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在马来西亚发现的其他矿物包括铝土矿、铜、金、铁矿石和煤。马来西亚的热带气候及其沿赤道的位置使其成为农业的理想之地。该国是橡胶和棕榈油的主要生产国。马来西亚也是木材和木材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尽管马来西亚自然资源丰富，但仍面临一些环境挑战。森林砍伐、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都是主要问题。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促进可持续发展。19马来西亚的商业和投资。马来西亚的商业和投资。马来西亚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国家。该国分为2部分：马来西亚半岛和马来西亚婆罗洲。马来西亚半岛是首都吉隆坡的所在地，而马来西亚婆罗洲是沙巴州和沙拉越州的所在地。
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议会制政府。国家元首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是总理。马来西亚的经济是混合经济，政府促进外国在该国的投资，并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成员，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的签署国。马来西亚的货币是马来西亚林吉特 RM。如果您正在考虑在马来西亚开展业务或投资，您应该了解以下几点：一、在马来西亚成立公司的过程相对简单；二、马来西亚的税收环境相对有利，公司税率为 24%；三、马来西亚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包括良好的交通网络；四、马来西亚拥有高技能的工作力，英语在该国广泛使用；五、马来西亚是一个战略位置的国家，可轻松进入东南亚、中国和印度市场。六、马来西亚政府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许多激励措施，例如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计划。七、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八、马来西亚是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家，犯罪率低。九、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伊斯兰价值观和传统在社会中显而易见。十、马来西亚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20、马来西亚的未来。马来西亚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位于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海上十字路口。它北部与泰国接壤，东北部与辽国接壤，东部与汶莱接壤，南部与印尼接壤。马来西亚面积329847平方公里，127317平方英里，人口超过3000万。首都是吉隆坡，而最大的城市是新山。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制君主制国家，实行议会制政府。国家元首是国家元首，而政府首脑是总理。该国分为13个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和政府。马来西亚的经济是多元化和出口导向的，主要产业是电子、棕榈油、旅游业和制造业。该国也是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马来西亚属热带气候，季风季节多，平均气温为27摄氏度、81华氏度。未来，马来西亚计划到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政府实施了各种政策和举措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经济转型计划和新经济模式。该国还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促进投资和贸易，并开发人力资本。此外，马来西亚的目标是成为伊斯兰金融的区域中心和全球伊斯兰旅游中心。结论：如果你想了解马来西亚的一切，那么这本书就是为你准备的。它以内容丰富且易于阅读的风格，涵盖了马来西亚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人民。你会从这本书中更好地了解这个迷人的国家及其人民。